此刻，秋水福烟陷入了为难之中，他太了解楚风的性子了，生怕楚风做出危险的事。但也正是因为了解楚风，秋水福烟才更加知道自己拗不过楚风，于是只好对楚风说道：“跟我来。”而在楚风与秋水福烟离开后，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起身离席，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在秋水福烟的带路下，楚风很快便来到了那所谓的成仙路面前。那是一道特殊的大门，尽管看似由石头雕铸而成，可实际上是由极为强大的结界之术幻化。最重要的是，这座门虽然看着并不特殊，可却如秋水福烟所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远古气息。看到这成仙路的那一刻，楚风顿时眉头紧皱起来。尽管这只是一道结界门，可是楚风却能够从这结界门中感受到，你这结界门的创建者是何其利奥的。尽管相隔多年，楚风实力突飞猛进，不仅身为5帝强者，更是一位龙纹界灵师，在5之圣土也是有着一席之地。但是当他站在这道写着成仙路的结界大门之前，楚风仍有一种感觉，那便是渺小。楚风，我陪你进去吧。秋水福烟对楚风说道。不必，我一个人进去便可以，谁都不要跟进来。楚风说完此话，便身形一跃，踏入了那成仙门之中。此刻众人皆是神情一致，其实他们是担心楚风，想跟着楚风一同进去，只是他们也不想违背楚风，所以才会犹豫。亚非3人与楚风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有心结，这个结本来亚非3人可以帮他结，但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他自己进去也好。犹豫一番后，缥缈仙姑说道。可是那成仙路内秋水福烟以及众人都还放心不下，在场的其他人也皆是如此。大家难道忘记楚风小友的天赋了吗？时隔多年，你们都有进步，难道他会没有？搞不好现在的楚风小友已是一位5帝。缥缈仙姑说道。我估计楚风的修为9品武王倒是很有可能，只是5帝的话还是太牵强了一些。毕竟皇甫皓月也说了，5帝太难突破，若不是借助成仙路内发现的宝贝，他根本没有机会。楚风虽然天赋好，可是毕竟年纪太轻。邱残风等人纷纷说道，他们都觉得楚风如今的修为比他们强是肯定的，但若是5帝，他们还是有些不信。虽然楚风离开也有几年时间，可是对于他们这些修炼了几百年的人来说，几年时间根本算不上什么。到了楚风那个境界，几年之内能够突破到武王巅峰已是奇迹，想要成为5帝几乎不可能。最重要的是，之前楚风亲口说过，楚风若是成功突破，那么他不如皇甫皓月。所以从楚风之前的那句话，人们就已经可以推断出楚风的修为还在武王境。正因如此，楚风进入成仙路也许会有所收获，搞不好他的修为也会有所提升，所以还是让他自己进去吧。缥缈仙姑说道。也对，这一刻人们倒是释然了。虽然成仙路的深处危险重重，可却也有着特殊的力量，而楚风的领悟力他们都知道，楚风进入其中也许真的会有所收获。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巨响，与此同时，一道耀眼的火光已然拔空而起。当那火光出现之后，一股巨大的压迫感也是随之浮现，那种压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未曾感受到过的。而感受到那股压迫感，再看到那耀眼的火光，所有人都是面色大喜，纷纷拔空而起，向那火光飞掠而去。而很快的，那火光便与威压一同消散而去，一道男子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此人正是皇甫皓月。皓月成功了。此刻的秋水福烟欣喜若狂，忍不住追问道：这股力量前所未有，这便是地级武力，我已经成功突破到了5帝境。只是话到此处，皇甫皓月有些犹豫。怎么了？秋水福烟等人皆是关切地问道。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天地间的地级武力，只是我能使用的地级武力却很是有限，总觉得我还无法让最浓郁的地级武力为我所用。换句话说，我虽然能够使用地级武力，可却无法使用真正的地级武力。皇甫皓月皱眉说道。你虽然突破到了5帝境，可毕竟只是一品5帝，无法彻底掌握地级武力也是正常。太寇说道。没错，最关键的是你成为5帝之后，我们再也不用忌惮那群血麒麟了。秋水福烟说道。而提到那血麒麟，在场的所有人眼中都涌现出了痛恨之色，迫不及待的想要皇甫皓月去教训那群家伙。只是此刻邱残风却是脸色一变，不由得看向了身旁的血喜月。诸位，虽然皇甫皓月已是5帝，但血麒麟仍旧不容小觑。之前我去无极血海打探，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那个时候还无法确定，但现在我可以确定了，血麒麟的族长定然也已经突破到了5帝境，因为那股威压与先前你带给我们的一模一样。血喜月凝重地说道。什么？血麒麟的族长竟然也突破到了5帝？难怪血麒麟那么猖狂，在昨日发来的信函中写道，让我们尽快离开缥缈仙峰，否则带其大军来到，格杀勿论。秋水福烟皱眉说道。昨日他收到了那封信函，看到其中的内容后，还觉得血麒麟是狂妄自大，但是听过血喜月的话后，再算一算血喜月抵达此处的时间，他便觉得血麒麟的族长可能真的也已经突破，正是在突破后才发来了那封信函。现在想想，那哪里是一封简单的信函，那简直就是一封战书。无妨，现在皓月不是也成为5帝了吗？就算那血麒麟的族长也是5帝，也只是与皓月同等修为罢了。他们要来便来，刚好与他们做个了断，我这就传令下去，让我残夜魔宗的大军汇集于此。邱残风说道。就是我们现在不仅有皇甫皓月前辈这位5帝，还有我楚风师弟。我楚风师弟当年连5之圣土那几个家伙都能打败，难道还怕一群不自量力的鱼吗？春武洋洋得意地说道。尽管很多人都觉得楚风不可能是5帝，可春武对楚风依旧是自信满满。春武，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楚风回来了？听得此话，皇甫皓月则是脸色大变，激动之际竟一把抓住了春武，抓得春武一痛。皓月，差点忘记告诉你，楚风的确回来了，就是今日回来的。秋水福烟笑着说道。他
太好了，楚风在哪里？我要见他。确定楚风归来，皇甫皓月也是一脸的狂喜，那个样子简直比他突破修为还要激动。楚风小友，他知道了亚飞他们的事，如今进入成仙路去寻找亚飞他们的线索了。秋水浮烟说道。这样也难怪。得知此事后，皇甫皓月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不仅没了笑容，反而多出了一抹担忧道：若是确定亚飞他们3人已经不在，楚风小友定会伤心的很。听得此话，在场的不少人也都沉默了。他们都知道楚风与亚飞3人的特殊关系，也都能感觉到楚风有愧于亚飞3人。皓月，正好之前为楚风归来所摆的酒宴还在，我们这就继续上来庆祝你突破境界，成为一代武帝。秋残风说道。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表示赞同。对于他们来说，今日真可谓是双喜两门，若是不喝痛快，当真是有些扫兴。诸位，皓月刚刚突破，虽然修为大涨，可若是真如血喜月所说，血麒麟的族长也早就突破为武帝的话，那么算一算时日，他们随时可能会来到我缥缈仙峰之下。若是那个时候我们皆是醉酒，怕是不妥。缥缈仙姑说道。娘亲所说在理，况且皓月刚刚突破，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秋水浮烟也是说道。也对，等我们收拾完血麒麟，再庆祝也是不迟。秋残风等人也是点了点头，于是众人便就此散去。虽然散是散了，可如秋残风等许多人却没有真的离去，而是守护在那成仙路之外。他们都有许多话想与楚风说，并且既担心楚风的安危，又担心楚风的情绪，又因不想进去打扰楚风，所以只好守在外面等楚风出来。本来皇甫皓月也想去那等楚风，可是见那么多人都在等，先前秋水浮烟又说让他休息，所以他只好先与秋水浮烟回到他们2人的住处。皓月，虽然你已经成为武帝，可是你若与那血麒麟族长交手，我仍不放心。此刻的秋水浮烟一改往日形象，乖巧地躺在皇甫皓月的怀中。虽然他是缥缈仙峰如今的主人，叱咤风云，可他在皇甫皓月面前却只是一个妻子，有的只是对丈夫的担心。老实说，若是血麒麟族长真的也突破到了武帝，我与他交手还真是胜负难料。毕竟之前与他交手多次，我都未能讨到一点便宜，只是事到如今，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背水一战了。皇甫皓月说道。要不然去将楚风叫出来吧。楚风的天赋那样强横，如今又是从武之圣土归来，搞不好他也已是一位武帝。那样一来，你们2人联手，不管血麒麟族长如何强横，也不可能是你们的对手。秋水浮烟说道。浮烟，你也说了，楚风有可能成为武帝，但他也有可能不是武帝。若是楚风已是武帝也就罢了，若他不是武帝，我们不是无端端将他给搅进了这场本与他无关的争斗吗？皇甫皓月说道。可是楚风他不是外人。秋水浮烟说道。的确，楚风待我们如亲人一样，可正因如此，只要楚风知道血麒麟的事情，就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而会与我们并肩作战，一同对付血麒麟。可你应该知道，楚风的真实身份乃是那样的利奥德，若是他真的出了什么3长2短，被他的父亲知道，我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皇甫皓月郑重其事地说道。若是楚风真的出现了什么3长2短，那便一定是血麒麟胜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活着，人都不在了，还怕什么责任？其实你就是不想让楚风掺和进来，你是担心他，对吗？秋水浮烟说道。此刻皇甫皓月倒是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可随后又说道。楚风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年我们能够胜过诛仙群岛，得到东方海域霸主的地位，楚风功不可没。如今楚风刚刚回来，若是让他发现我们这霸主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他会怎么看我们？我们这些前辈是不是也太没用了一些？皓月，我知道了。此刻秋水浮烟才真正明白了皇甫皓月的想法。原来皇甫皓月担心楚风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楚风刚回来便要楚风帮忙，他面子上有些过不去，毕竟这是东方海域，皇甫皓月本是东方海域最强者，这件事本该由他亲自解决，不能什么都依仗楚风，毕竟楚风乃是小辈。都怪那群该死的血麒麟，他们到底是从何处搞到了那个宝贝，竟然在短短几年时间变得如此强横，连我们诛仙群岛与残夜魔宗联手也是奈何不得他们。秋水浮烟皱眉说道。他们的宝贝很是厉害，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拖延下去，若是继续拖延，他们的实力早晚会超越我们。皇甫皓月说道。可是按照时间推算，若血麒麟一族真的准备攻打我缥缈仙峰，应该很快就会来到，我们想瞒楚风也是瞒不住的呀。秋水浮烟担心地说道。的确，缥缈仙峰很快便会沦为战场，所以浮烟，有件事我要拜托你。皇甫皓月抓住秋水浮烟的双臂，以凝重的语气说道。楚风自成仙路出来后，你无论用什么借口都要带着楚风离开，我们可以死，但楚风绝对不可以。可是听得此话，秋水浮烟的眼眶顿时就湿润了起来。眼下大战在即，他怎么忍心让自己的爱人与亲人去拼命厮杀，而他却苟活下去呢？大人，不好了，我缥缈仙峰的四面八方都出现了血麒麟的身影，人数无法确定，可却非常之多，恐怕是血麒麟的全族大军攻过来了。然而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缥缈仙峰长老急促的呼喊。听得外面长老的传话，秋水浮烟顿时娇躯一颤，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这么快便发生了，竟然来得这么快。而与此同时，皇甫皓月则是猛然站起身来，穿好衣衫后便要快步的向外走去，可是在门口之处却又忽然停下身来，转过头来凝重的对秋水浮烟说道。浮烟，不能让楚风知道血麒麟攻打我们的事情，若是楚风自成仙路走出，用传送阵带他走。话到此处，皇甫皓月的目光之中忽然涌现出祈求之色，说道。
楚风绝对不能有事，他的战场是属于武之圣土的，东方海域的事，他本不该再掺和进来。福烟，我知道让你这样做，你会很痛苦，可是拜托了。话音落下，皇甫皓月的眼中也涌现出了种种不舍，但这种不舍，他却没有让秋水福烟看到，而是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整个缥缈先锋早就乱作一团，被血麒麟大军忽然的到来而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但哪怕如此，此刻聚集在缥缈先锋内的所有战力也都在向外赶去，准备拼死守护缥缈先锋。可是这种情况之下，身为缥缈先锋主人的秋水福烟不但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反而向成仙路行去。他不想违背皇甫皓月的话，同时他也不希望楚风出现三长两短，所以他决定在其他人与血麒麟进行生死对决的时候，守在成仙路外，待楚风出来后，通过内部传送阵带楚风离开。至于楚风，此刻早就身处于那成仙路之中。成仙路很是奇特，自门中进入，便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路。这路似由水晶打造而成，但却散发着耀眼的金光。且这里不仅只是一条宽阔的大路这么简单，大路的两旁也有景色，只是那景色却多少有些诡异。景色很美，美得如诗如画，令人心醉，并且越是向深处走，景色就越是美。但为何说其诡异？因为一路走来，两侧除了风景，在那景色之中还有着无尽的白骨。那白骨不仅是人类的，还有许多妖兽的。白骨太多，有的地方已经堆积成山。最重要的是，其实两边的景色皆是假的，根本无法踏入其中。这里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那条成仙路。至于两边的诡异景色，楚风觉得应该是有所寓意，寓意着成仙这条路乃是由无数白骨堆积而成，成仙不易，错一步便是死。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成仙路上的确蕴含着一种搞特殊的力量，就如秋水福烟所说，那力量不仅对修炼有帮助，对精神力更是有着特殊的滋养功效。只是对于如今的楚风来说，作用却是不大。所以眼下的楚风早已来到了成仙路的深处，也就是秋水福烟他们不敢进入的地方。为何确定秋水福烟他们不敢进？因为此处的通天路两侧有着一棵棵参天大树，大树的树藤垂落而下，使得通天路可以走的地方很是狭小。最重要的是，这大树的树藤不仅坚不可摧，更是蕴含着毒性，且树藤还会不规则的移动，只要触碰到那树藤上的尖刺，便是必死无疑。但是楚风百毒不侵，这种有毒之物自然是难不住楚风。楚风此刻快速的向前走去，先不说他百毒不侵，单单是一层结界护体，那些树藤也是伤不到楚风。亚飞、颜如玉、慕容婉，你们三人可一定要活着。但是越是向深处走，楚风的心中越是不安，因为一路走来，楚风动用精神力仔细感应，不但没有发现亚飞三人的遗体，更是没有感受到三人的气息。若是亚飞三人真的是在这成仙路内失踪的话，那说明他们三人还未死，就算是死了，也只可能是死在了这成仙路的深处。但楚风却是真心不希望亚飞三人已经死去，毕竟亚飞三人不是鲁莽之人，没理由无缘无故闯入如此危险的成仙路深处。终于，楚风走出了那片树藤。此刻，这成仙路变得更为宽阔，可是楚风却是眉头紧皱起来。虽然成仙路的两侧没有了那带有毒性的通天大树，可是这成仙路的两侧却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雕像。雕像身穿铠甲，手持兵刃，个个高达100米，霸气非凡。当楚风出现的那一刻，这些雕像居然全部将头转了过来，用凶神恶煞的目光看向楚风。这些雕像竟是有灵性的，最重要的是，这些雕像的气息竟全部都是5帝巅峰，怎么会这样？此刻楚风也是慌了，他慌不是因为他惧怕这些雕像，而是来到此处后，却仍然没有发现亚飞三人的踪迹。以亚飞三人的实力，不可能闯得过那些雕像，也就是说，亚飞三人就算深入，也只能止步于此。但是这里却也没有亚飞三人的踪迹，哪怕连遗体都没有，这实在是让楚风捉摸不透，三人究竟去了哪里？然而就在这时，令楚风吃惊的一幕发生了。那些雕像起初的目光的确很是凶悍，就像是只要楚风再赶上前，他们就会立刻处死楚风一样。可是现在，那些雕像不仅收回了那凶神恶煞的目光，反而将头也转了回去。尽管5帝巅峰的气息还在，可对楚风却没有了一丝敌意。什么情况？莫非是陷阱？楚风眉头再度皱了皱，有些搞不清楚眼前的状况，但依旧是向前走了过去。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楚风就必须一探究竟。更何况，就算这些雕像是5帝巅峰，可以楚风如今的实力，也未必就必死无疑。打是打不过，但是逃还是有机会的。可一路走去，楚风发现这些雕像当真是没有任何动静，似乎真的不准备对楚风出手。虽然不知道这些雕像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楚风起初小心翼翼的脚步也是开始加快，因为成仙路很长，他想要一探究竟，就必须快步前行，否则只是以寻常人的脚步前行的话，走上几十年，怕也是走不到尽头。而一旦楚风提升速度，他整个人便如光一般，瞬息万里。终于，楚风看到了成仙路的尽头，尽管还有很远，可楚风却能够看到那终点处有着一个类似祭坛一样的东西。登天梯靠近之后，楚风开始仔细打量，发现这个祭坛看着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似是由寻常的石头打造而成，石头上已是有了许多裂痕，但却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但是在祭坛的前方却竖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面写着登天梯3个大字，这便是成仙路的尽头。登天梯的名字的确霸气，可是仔细打量一番之后，楚风却没有从这登天梯上发现任何特殊之处。此刻楚风不免有些失望，本来还以为这成仙路的尽头会有着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但眼前这个名为登天梯的祭坛显然没有满足楚风的期待。亚飞他们究竟去了哪里？还是说
这里并非是成仙路的尽头。虽然对这成仙路的尽头有些失望，但楚风真正关心的还是亚非三人。而如果说此刻楚风真的身处于成仙路的尽头，那么为何还是找不到亚非？亚非三人好歹也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就这样无缘无故消失才是。而就在这时，那祭坛的中心忽然传来一股奇特的能量。感受到那股能量，楚风赶忙倒退，因为那股能量之强横，简直是楚风从未感受到过的。而就在这时，一道金光自那祭坛的中心冲天而起，不仅在瞬息就穿过了层层白云，更是指向天际深处。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一双眼眸之中涌现出了浓郁的震惊之色。因为那道金光不仅直冲天际，在楚风看来，更像是洞穿了虚空，打破了界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最重要的是，透过天眼能够看清那金光之中的物体，那竟是由水晶打造的梯子。没错，就是梯子。一个梯子自祭坛延伸而去，直往天际深处。登天梯并非徒有虚名，这的确是一个登天梯。莫非此梯可通往天外？此刻，楚风心中激动不已，感觉热血沸腾，整个人都像被点燃了一样。楚风一直想去的地方是哪里？那便是天外，因为天外是他的家族所存在的地方。楚风一直觉得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因为他要夺回属于父亲他的荣誉，他要夺回被抹去的尊严，要让他的家族清楚，遗弃他们父子是家族犯下最大的错误。只是天外在五之圣土也只是传说，知道天外者更是少之又少，更别提前往天外的方法了。可是眼下这个登天梯所延伸的地方，却是楚风的目光所看不到的。楚风有一种感觉，这个登天梯很可能就是通往天外的神器。毕竟这里名为成仙路，而何谓仙？脱离这个世界，进入更好的世界，不就是人们心中的仙界吗？对于寻常人来说，那所谓的天外又何尝不是一个仙界？亚非三人该不会是登上这登天梯了吧？此刻楚风心中有了一种猜想，亚非三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而这成仙路内又没有他们三人的踪迹。眼下唯一的解释就是三人通过这登天梯进入了天外。可是楚风也不敢确定，毕竟若是亚非三人真的来到了此处，也没理由直接踏上那登天梯，而是应该告诉秋水福烟他们才是。就算他们是害怕那树藤，觉得无法安全的走回去，所以选择直接踏上登天梯，但也应该留下书信或者是一些线索才是，没理由就这样走了，什么都不留下，让所有人为他们三个担心。也许事情的答案唯有这登天梯的尽头才能找到。眼下楚风真的有一种冲动，想要踏上这登天梯，想要一探究竟，不仅是为了找寻亚非，也是为了进入天外。但是楚风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转身离去，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楚风，就算要去天外，也要等到除掉暗殿店主再去。至于亚非三人的踪迹，楚风也只能探索到这里了。然而就在楚风离开登天梯一定距离之后，那延伸向天外的光芒竟然消失不见，果然神奇。此刻楚风可以确定是他靠近之后才触发了那登天梯，而最主要的是，这登天梯在不触发的情况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石头祭坛，哪怕楚风也看不出任何奇特之处。可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可以通往天外的神器。尽管如今楚风在五之圣土上也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但不得不说，在这登天梯的面前，楚风再度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随后，楚风便原路返回，而返回的路上，楚风也无需用精神力仔细的查探，所以楚风的速度变得更快。只是当楚风走出成仙路的那一刻，顿时目光一闪，楚风如今的修为感应力是何其的敏锐，所以哪怕有着结界阻隔，可是缥缈先锋外面的喊杀声、肆虐各处的能量涟漪，以及5级爆炸所发出的轰鸣，尽数进入楚风的耳中。而动用天眼一看，楚风更是可以看到，此刻缥缈先锋之外，涟漪四射，硝烟滚滚，已是沦为一座战场。如秋残风、太寇、血喜月等许多熟悉的前辈正在厮杀，而他们的对手应该是一个妖兽族群。这个妖兽族群，楚风从未见过，浑身血红，布满鳞片，应该是一种海中的妖兽，并且妖兽族群的数量不是很多，至少比缥缈先锋以及残夜魔宗的高手要少。可是这群妖兽普遍的实力都很强，眼下竟然压制住了缥缈先锋以及残夜魔宗的大军，尤其是其中一只妖兽竟幻化成人，虽然幻化成了人类，但身上却依旧布满了血红色的鳞片，看起来很是恶心。最重要的是，这只妖兽竟然有着一品半地的修为，在东方海域拥有这个修为，绝对可以傲视群雄。幸好有同为一品半地的皇甫皓月牵制住了他，否则怕是缥缈先锋这边的死伤将会更为的严重。但是哪怕皇甫皓月实力极强，被誉为当年东方海域的最强者，可是此刻与那只妖星号星号手竟也是落入了下风，竟敢来这里撒野，真是找死。发现这些，楚风心中顿时怒火翻滚，他不管这些妖兽是何来历，但竟敢伤害楚风的亲人，楚风绝不会轻饶他们。楚风，然而就在楚风准备出去之际，忽然一道身影拦在了楚风的身前，是秋水福烟。秋水福烟出现之后，一把便抓住了楚风的手腕，且一脸欣喜地对楚风说道：“楚风，快跟我走，我找到亚非他们了。”话音落下，秋水福烟便要拽着楚风向缥缈先锋内部的传送阵走去。然而秋水福烟却根本就拽不动楚风，不解之余，他回头问道：“楚风，你怎么了？”福烟姐姐，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有人攻打我缥缈先锋，你不仅不告诉我，反而用亚非他们的踪迹来骗我离开，你到底想干嘛？楚风剑眉倒竖，有些生气地问道：“楚风，你……”这一刻，秋水福烟也是有些慌了，他没有想到楚风刚刚走出成仙路，就已经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发现此刻的楚风生气了。他认识楚风这么久，还几乎没有看过
楚风与自己人生气的，所以一时之间他也是乱了方寸。福烟姐姐，我只是离开了几年而已，你们就拿我当外人了？楚风再度严肃地问道。他的确是生气了，他对秋水福烟颇为了解，自然猜到了秋水福烟的打算。其实秋水福烟是为他好，秋水福烟是怕他有危险，不想连累楚风，所以才要骗楚风离开。可是楚风还是无法做到不生气，因为若不是楚风出来的及时，若不是楚风发现了这一情况，若是楚风一个大意就被秋水福烟骗了，真的离开了这里的话，那么缥缈先锋以及残夜魔宗的这些人很可能都要完蛋。虽然楚风看得出来这场大战似乎刚刚开始，但胜负却已经注定。哪怕缥缈先锋与残夜魔宗联手，但也不会是那群妖兽的对手。楚风若不出手，缥缈先锋以及残夜魔宗的大军，这些楚风眼中的亲人，恐怕今日都要死去。楚风，不是这样的，只是大家担心你的安危，不想让你秋水福烟赶忙解释。不必解释了。然而还不待秋水福烟将话说完，楚风便说道：福烟姐姐，在我眼里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会真的怪你，不过我却绝对无法容忍那群来攻打你们的妖兽，我不管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都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福烟姐姐，你就清清楚楚、仔仔细细的看好了，看你弟弟我是如何收拾他们的。话到此处，楚风手掌一翻，不仅摆脱了秋水福烟的抓着自己手腕的手掌，反而抓住了秋水福烟的手腕。楚风身形一晃之间，秋水福烟只感觉周围一片模糊，而当视线恢复正常之际，秋水福烟顿时神情大变，因为此时此刻他与楚风已是来到了缥缈先锋之外。这种情况之下，秋水福烟下意识的便将目光投向身旁的楚风。尽管他也是武王强者，尽管他也被皇甫皓月带着赶路过，但却从来没有像先前那样速度快到了这种程度。瞬息自缥缈先锋内来到缥缈先锋外，且无视了缥缈先锋的阻隔结界。而就在秋水福烟的凝视之下，更为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楚风大袖一挥，一股无形的波动便横扫开来，瞬息烟没了方圆万里。而在那波动笼罩之后，如秋残风、血喜月、太寇、缥缈先锋以及残夜魔宗的所有人竟都消失在原地。当他们再度出现之时，已是在楚风的身后，甚至就连在他们眼中已经贵为5帝强者的皇甫皓月，此刻也是如同众人一般，在楚风挥袖之间便全部无法自控的来到了楚风的身后。这一刻，秋水福烟当真是目瞪口呆，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他修武这么多年，也算是有些成就，可对于楚风先前的手段，却绝对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楚风，福烟，你怎么把楚风带过来了？至于其他人，并不知道是楚风将他们换到了身边，此刻则是一脸的迷茫，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看到楚风之后，脸上更是布满了担心之容，因为他们都不想让楚风掺和进来，尤其是在发现血麒麟比起当初更为强大后，便更不想让楚风来淌这趟浑水。诸位前辈，一群妖兽罢了，怎能劳烦前辈们出手？这群孽畜交给晚辈收拾便可。楚风笑眯眯地对身后的众人说道。楚风，你莫非？听得此话，人们则是恍然一惊，下意识地觉得他们离去的脱离生死战圈，瞬息来到楚风身后，可能是与楚风有关系。可是先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也太神奇了一些。若是楚风做的，那岂不是说楚风至少也是一位5帝强者？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听到楚风要独自一人对付那群凶残的血麒麟，也是露出了担心之容。但不管人们是何想法，却都下意识地将目光投衔过来秋水福烟，想要从秋水福烟的身上求知答案。至于秋水福烟并没有说话，反而在其脸上绽放起了无比灿烂的笑容，就这样先看了楚风一眼，随后又冲着众人点了点头。此刻人们更是傻眼了，因为秋水福烟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众人要相信楚风，相信楚风。那岂不是说楚风真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搞定这群他们搞不定的血麒麟一族？哪里来的小鬼，竟大言不惭要收拾我血麒麟一族？此刻血麒麟的那位族长对楚风冷声喝道，毕竟楚风之前对秋残风他们说的话他也听到了。想一想，他血麒麟一族最近几年强势崛起，从被缥缈先锋和残夜魔宗看不起的小势力，成长为可以以一己之力对抗缥缈先锋与残夜魔宗的庞然大物。不知道血麒麟一族的倒还好说，毕竟他们崛起的太快，名声还不够响亮。可但凡是听说过血麒麟一族，或者见过他们血麒麟一族的，对他们都是敬畏有加。可是现在这样一个小鬼，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出那种话，身为血麒麟一族的族长，自然很是愤怒。血麒麟明明就是一群红鲤鱼罢了，竟然也敢拿自己与麒麟相提并论，你们还能再不要脸一些吗？楚风讽刺地说道。不知所谓的混账东西，你可知道我们族长乃是一位5帝强者？5帝你知道吗？那可是东方海域从未出现过的存在，你见到此等强者还不速速膜拜？就是快快跪地求饶，我家族长可能心情一好还会考虑留你个全尸，否则一个喷嚏就能将你喷得魂飞魄散，尸骨无存。狂傲自负的血麒麟们见楚风竟敢羞辱他们，顿时气得够呛，纷纷开始抬出他们的族长大人来恐吓楚风。5帝而听得血麒麟们如此吹嘘他们的族长之后，楚风则是一阵大笑。楚风笑并非是因为心情大好，而是因为这群家伙当真是好笑。他们在楚风眼中当真就是一群蝼蚁，可是这群蝼蚁却偏偏自以为是的在楚风面前装出一副天下无敌，甚至不将楚风放在眼中的样子。楚风怎能不笑？小鬼，你笑什么？见楚风笑得竟如此轻蔑，甚至满含嘲讽之意，那位族长的脸色则是越发的难看，因为自打他出山以来，就连皇甫皓月对他也是不敢轻视。可是眼下这个小鬼到底是什么情况？
竟如此不将他放在眼中，他当真是感觉自己的心肝脾肺都快要气炸了。所以他这声怒喝可不是寻常的怒喝，可是夹带着浓郁的威压，虚空都是一阵抖动。然而感受到那股威压之后，楚风笑的反而更为大声了，当真有一种小猫在老虎面前显威风的感觉。你这混账小鬼，莫非是以为我不敢杀你不成？见自己动用了威压，可楚风的态度却依旧如此轻蔑。血麒麟族长早已是气得咬牙切齿，在他说话的时候，甚至都能够听到他牙齿摩擦的声音。武帝那么厉害，不妨让我见识一下武帝的本事。来来来，我站着不动，让你攻击，看你能否伤我分毫。楚风说话间便向前走去。楚风不要大意啊，他真的是为武帝。见楚风做出这个举动，如皇甫皓月等人皆是面色大惊，赶忙开口劝阻。毕竟血麒麟族长的实力，他们是亲眼见过的，连皇甫皓月这位武帝都难以应付。楚风竟然要站在那里让其任意攻击，这简直就是找死一样。在众人的呼唤下，楚风忽然止步，回头说道：前辈们勿要担心，就凭他的实力，若是能够伤我，那便是我楚风无能。话到此处，楚风自信一笑，随后便继续前行。而听得楚风的话后，皇甫皓月等人皆是神情呆滞，倒不是他们承受能力低下，实在是楚风那句就凭他的实力，若是能够伤我，便是我楚风无能太过惊人了一些。那血麒麟族长是什么实力？在他们眼中可是真正的武帝啊！可是一位武帝都伤不到楚风，那岂不是说楚风比武帝还强？就在人们用那无比震惊的目光凝视着楚风的背影之际，楚风却在距离血麒麟族长不足1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你这小鬼，到底要卖什么关子？然而这一刻，血麒麟族长反而有些不敢出手了。他真是不太清楚楚风到底想要干嘛，因为眼前的楚风不像是装作看不起他，而更像是打心眼里的看不起他，这让他很是不安。一直以来的自信发生了动摇，叫你打我，你都不敢，还真是废物。楚风讽刺地说道：混账小鬼，你若想死，我这就成全了你。听得废物2字，血麒麟族长顿时爆发磅礴的杀意，随后对着楚风就是一拳轰出，汹涌的武力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楚风。这一刻，如皇甫皓月、邱残风等许多人都不敢再看，而是闭上了眼睛，生怕楚风被这一拳头轰杀致死。然而当那金色的拳头落在楚风身上之际，却忽然爆炸开来，那声音极为刺耳。可是诡异的一幕却在此刻发生了，那能量涟漪刚要扩散，便忽然消失不见。最重要的是，此刻的楚风还站在半空之上，不仅是他毫发未损，就连衣衫也是没有一丝的破损。这就是武帝的攻击，可怎么连我一根汗毛都伤不到？楚风讽刺地笑道。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惊呆了。虽然先前血麒麟的攻击，除了皇甫皓月之外，其他人并未能够看清楚，可他们却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力量。那股力量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无法阻挡的，简直就是毁灭性的。若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绝对是必死无疑。可是先前那股力量明明就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但楚风居然毫发无损，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些。好啊，不愧是我的弟子，不愧是我邱某人的弟子啊！这一刻，众人皆是欣喜若狂，如秋残风更是兴奋地大喊起来。事到如今，他们已经彻底相信楚风的实力比他们任何一个都要强，不仅已是武帝，且绝对不是寻常的武帝，否则不可能拥有完全在血麒麟族长之上的实力。你究竟是谁？此刻，就连血麒麟的族长也是眉头紧皱，先前那一拳可是他轰出的，所以那一拳的威力他最为清楚。莫说是其他人，就算是他自己，若是站着不动，任由被打那一拳，也会身负重创。可是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毫发无损，这让他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恐怕不是寻常的角色，至少修为要在他之上。他是谁？他便是老夫的弟子，我残夜魔宗的宗主楚风。还不待楚风开口，邱残风便得意洋洋地说道。尤其是说楚风是他徒弟的时候，邱残风的老脸之上更是满满的骄傲。什么？楚风？你是楚风？听得楚风2字，血麒麟族长更是脸色大变。不对，你不是已经进入了天路吗？你怎么可能出现在东方海域？血麒麟族长很是不解地问道。我之弟子乃是从五之圣土归来。邱残风再度说道。五之圣土？他竟然成功地进入了五之圣土，又可安然归来，难怪。此刻血麒麟族长的脸色也是越发的难看起来。忽然之间，他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半空之上，对着楚风作揖磕头求饶道：楚风大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先前竟敢对您出手，请您饶我一命，给我血麒麟一族一个机会，从此我愿俯首称臣，听您调遣。此刻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血麒麟族长会忽然向楚风磕头求饶。莫说是邱残风等人一脸的吃惊，就连血麒麟的其他族人也都是吃惊不已。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向楚风大人道歉！血麒麟族长对其族人怒声呵斥道：楚风大人饶命啊！而在族长发话之后，血麒麟的其他人也是不敢怠慢，纷纷跪在半空之上，向楚风磕头作揖。先前还在大开杀戒，想要杀了我的亲人，现在竟然又来这一套，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楚风眯着眼睛，紧紧地盯着血麒麟族长说道：楚风大人，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将我血麒麟一族的至宝奉上。血麒麟族长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是一个血红色的玉佩。看到那玉佩，楚风顿时眼前一亮，那玉佩蕴含着特殊的力量，对于妖兽来说，这绝对是一件修炼至宝，可以快速的增进修为，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却是毫无作用。而楚风之所以会如此的吃惊，并非是因为这玉佩的特殊作用，而是楚风在这玉佩上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那是小鱼儿的气息。这玉佩你是从何而得？楚风凝重地问道。楚风大人，这玉佩
乃是我血麒麟一族的镇族之宝，据说传自远古时期。血麒麟族长说道。放屁！给我说实话！楚风愤怒地呵斥道，因为他知道这血色玉佩不可能是血麒麟一族的镇族之宝。楚风大人，我真没骗您啊！血麒麟族长坚定说道，但目光却有些犹豫了。忽然之间，楚风大袖一挥，一记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血麒麟族长的脸上。这一刻，在场之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一个巴掌过后，血麒麟族长的整个脸都扭曲了，表面上全是淤伤，而大片的鲜血正不断自其嘴角、鼻孔、耳朵流出，就连眼中都出现了血丝，足以见得楚风这一巴掌的威力是何其巨大。最重要的是，身为5帝的血麒麟族长竟然连躲都躲不开。从这个巴掌，人们再度见识到了楚风的绝对实力，但他们并不知道，楚风这一巴掌根本就没用力。若是楚风用力，血麒麟的族长早就飞灰烟灭了，连血水都会被直接蒸发，哪里还能半跪在虚空之上？给我说实话！楚风冷声喝道。是几年前我在无极血海之中捡到的。这一刻，血麒麟族长不敢再说瞎话。你们就是靠着这个玉佩提升的修为吧？楚风再度问道。是的，就是靠这个宝贝。血麒麟族长点头道。听到这里，皇甫皓月等人也终于知道血麒麟一族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力提升到这种地步的原因了。他们虽然早就知道血麒麟提升修为是有着稀世珍宝，但却没有想到会是一个块简单的玉佩。果然是小鱼儿的东西。楚风走到近前，接过了那个玉佩。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瞳孔却是猛然一缩，他清楚地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杀意正自血麒麟族长的体内散发开来。向其观望，可以清晰地看见血麒麟族长正用那杀气腾腾的目光盯着楚风，且嘴角散发着阴谋得逞的弧度，并且在血麒麟族长的手中已然出现了一把匕首。那把匕首，那是一把王兵，此刻对着楚风的丹田处便刺了过来。糟糕，楚风小心！皇甫皓月发现不对，赶忙发出怒吼，想要提醒楚风。然而楚风却是冷然一笑，面对那对着丹田刺来的王兵，却躲都不躲。终于，那把王兵碰到了楚风的身上，可除了发出一声如同钢铁交织一般的声响之外，居然连楚风的衣衫都无法穿透，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挡了下来。该死！孤注一掷的血麒麟族长此刻咬牙切齿，层层武力涌动，不断的灌入那王兵匕首之中，这是要倾尽全力也要杀了楚风。然而在其全力之下，那把匕首竟猛然断裂，化成了2段。可是楚风却依旧完好无损，怎么可能？这一刻，血麒麟的族长彻底傻眼了。他知道他与楚风有一定的差距，但却没有想到差距如此之巨大。在如此距离之下，他用尽全力对楚风进行一击，居然也是无法伤及到楚风一分一毫。冥顽不灵的狗东西，真是留你不得！此刻，楚风眼中寒芒一闪，随后大袖一挥，顿时天昏地暗。而这一刻，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在楚风袖袍挥动之际，血麒麟族长的肉身开始分裂瓦解，先是化成一片血水，转瞬又化作了蒸汽，蒸发于天地之间。我没有看错吧？此时此刻，皇甫皓月等人已是震惊的难以自已，因为先前的一幕他们都看清楚了。先是血麒麟族长用尽全力也无法伤及楚风，而楚风只是袖袍挥动之间，便让血麒麟族长魂飞魄散，甚至连一滴血水都没有剩下。最重要的是，楚风出手的一瞬间，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那股气息却是他们从未感受到过的。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眼见着自己的族长都被楚风挥袖之间抹杀，血麒麟的其他族人当真是吓傻了，一个个的不断的磕头求饶。如果之前他们只是听从族长的命令，求饶也只是敷衍的话，那么现在的他们可就是发自肺腑的在求饶了。有实力无妨，可以独立山门，但你们非要屠灭他人，占据他人领地，可见心狠手辣，乃是真正的小人得志。这是其一，你们族长被杀，你们没有报仇之心，反而跪地求饶，可见你们不忠不义。这是其二，单是这2点，我便绝不会留下你们。楚风话到此处，大袖又是一挥，这一挥，天没有昏的，没有暗，这方海域上空更是没有一丝锋利，宁静的诡异。可是血麒麟一族的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飞灰烟灭，什么都没有剩下。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再度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都被楚风的手段所彻底惊吓到了。楚风，你现在到底是何境界啊？终于，秋水拂烟忍不住了，上前询问道。不瞒拂烟姐姐，我乃是4品5帝。楚风如实说道。竟是4品5帝，你这小子可真是的，既是4品5帝，之前问你与皇甫皓月相比，到底谁强？你为何又说不敌皇甫皓月？有人很是不解地说道。这一刻，楚风先是一笑，这才说道，不仅皇甫皓月我不敌，在场的许多前辈我皆是不敌。不管我是何修为，有何实力，在我心中，可我在你们面前仍是晚辈，我拿什么与你们匹敌？你这小子啊！众人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不免笑得更为开心了。楚风进入天路，可见到你的父亲？皇甫皓月上前问道。并未见到父亲。楚风摇了摇头。为何？莫非是没有找到？皇甫皓月再度问道。不是。楚风再度笑着摇了摇头。这一刻，皇甫皓月知道楚风恐怖是有难言之隐，不便当众多说什么，所以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关心询问了。但是皇甫皓月心中还有一个疑虑，于是继续问道。楚风，按理来说，我突破了5王境，应该踏入5帝境，可为何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前辈，你踏入的并非是5帝境，而是半帝境。本来楚风不想说，但是皇甫皓月既然都问了，楚风自然要告知，总不能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告诉，反而让皇甫皓月这样迷糊一辈子。半帝境，听得此话，
其他人顿时一愣，可是皇甫皓月却是有些释然了。他对此似乎早有预料。诸位前辈，武王之后乃是半帝，半帝也可使用地级武力，但却并非是最纯粹的地级武力，唯有此突破半帝巅峰，成为真正的武帝之后，才能使用真正的地级武力。楚风详细的解释道：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不对，多谢楚风小友告知。此刻皇甫皓月笑了笑，因为他心中的疑虑终于得以解开。众人茅塞顿开，也是纷纷点头。此时此刻，他们都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忽然觉得在此之前自己还真是有些坐井观天了。楚风，那这么说来，你的修为比起当初已经跨越了10几重境界。忽然秋水浮烟一脸凝重的追问道：对啊，楚风是4品武帝，而不是4品半帝。我的天哪，你小子这成长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一些吧。而秋水浮烟这一开口，其他人也是猛然反应过来，尽管这些都是与楚风极为亲近之人，可是此刻看向楚风，却都像是看着怪物一样。几年的时间，他们虽然修为都有些长进，可也只有一部分人突破了修为，还有一部分人仍在原地止步不前。但是楚风竟然在这短短几年时间成长到了这种地步，这实在是让他们喜出望外，因为这个结果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出太多太多。一时之间，人们的脸上都涌现出了自豪之色，他们都以楚风为傲。当然，他们还不知道楚风如今在武之圣土的地位。若是让他们知道楚风在武之圣土也是1等1的大人物的话，那脸上的自豪之色绝对会更浓。之后，楚风又与众人聊了一些，得知血麒麟一族果然是最近几年才崛起的一个妖兽种族，在几年之前，在东方海域也是默默无闻的小种族罢了。所以楚风更是确定这个玉佩应该是小鱼儿丢下的。只是楚风没有想到，小鱼儿的一个玉佩竟也有着如此威力，差点让一个不起眼的妖兽种族成为了这东方海域的霸主。小鱼儿，小鱼儿，你也应该是来自天外吧？楚风在东方海域印象最深的便是那个在水中玩耍的小姑娘，那便是小鱼儿。小鱼儿在当初便展现出了自己的神奇之处，后来小鱼儿离开了，说要去其他地方玩。自此之后，楚风再也没有见过小鱼儿。本来楚风只是觉得小鱼儿可能是一个拥有特殊力量的存在，又可能是一个天地奇物，可是事到如今，楚风越是回想，越是感觉不对。他总觉得小鱼儿不可能是东方海域的存在，因为它的神奇就算放在武之圣土也是非常罕见。而看到这块玉佩之后，楚风更加可以确定小鱼儿的身世怕是很不简单。搞不好小鱼儿来自天外，当初离开并非只是离开无极血海，而是离开东方海域，离开了这个世界。若是有缘，希望还能再与你相见。最终，楚风将这个玉佩收入了囊中。虽然这个玉佩很厉害，但只对妖兽有用，所以留给皇甫皓月他们作用也是不大，并且这是小鱼儿的物品。楚风觉得小鱼儿不会无缘无故将这个物品丢在无极血海之中，很可能是他当初无意间丢失的，所以楚风要留着。若是日后遇到小鱼儿，可以将这个玉佩交还给小鱼儿，就算遇不到，也可以作为一个纪念品。而在收起那血色玉佩的同时，楚风则是将手抓向脖子，他的脖子上有着一个麻绳，麻绳向上一拽，便自胸口处拖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石头。这个小石头与那麻绳没有任何奇特之处，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寻常之物。可是这是小鱼儿当初送给楚风的，并且还是他亲手做的，所以楚风格外珍惜。之后，楚风又与皇甫皓月等人短暂的聊了一番，但真的很是短暂，因为楚风没有忘记武之圣土的人还身处于水火之中，所以在他很快便离开了东方海域，前往了九州大陆。当初楚风从九州大陆到达东方海域可是耗费了不少时间，但是以他如今的修为，九州大陆与东方海域的距离其实并不是很远。一番赶路之后，楚风终于踏入了熟悉的领地，他来到了九州大陆的青州，一个名为靠山镇的地方。这里原本就是楚家的居住之所，但是现在的靠山镇已经荒无人烟，有的只有一座座坟墓，那些是楚家人的坟墓。当初楚风在九州大陆得罪了不少人，而他的家人也是被楚风的仇家所屠杀，后来屠杀了楚家的仇人，虽然被楚风斩杀，可楚风却又得罪了新的仇家。为了避免死后的家人受到牵连，楚家人的坟墓也是被迁移多次，但最终楚风还是将楚家人的坟迁回了靠山镇。正所谓落叶要归根，不管这里变成什么样子，这里终归还是楚家。父亲、爷爷、叔叔、伯伯，我楚风回来了，我来看你们了。楚风看到这些坟的时候，眼眶就湿润了，当跪在坟前的时候，眼泪更是无法自控的流了出来。这泪不仅是思念家人之泪，同样也是忏悔之泪。楚家被屠，一直以来也都是楚风的一个心结，若不是当初年少轻狂，做事没有分寸，不考虑后果，楚家也不可能被屠。所以楚风有时候很恨自己，很恨年轻时的他，是因为他得罪了人，才害得养育他的人死去。什么人竟敢擅闯楚家？忽然一声怒喝响起，上百人出现在四面八方，已经将楚风团团包围。这些人全部都穿着青龙宗的服饰，显然他们是青龙宗的人，是青龙宗的人在守护楚家坟。只不过此刻这些人不仅个个手持兵刃，更是满面凝重。这里可是有楚风亲自布置过结界的，寻常人根本不可能闯进来，而现在竟然有一个人无声无息地闯了进来。他们下意识地觉得这绝对不是寻常之辈，楚真。而回头观望，楚风发现这群青龙宗的人马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便是楚真。楚风，是你？看到楚风，楚真也是身体一颤，随后在其脸上露出狂喜之色，快步地走到楚风近前，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来。还真是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些年过得可还好？楚真看到楚风异常的开心，那叫一个兴奋。刚刚回来，
便先来祭拜一下爷爷。他们楚风淡淡一笑，随后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毕竟是我们楚家的墓地，虽然青龙宗派人守护，可我们仍然不放心，所以我们楚家剩下的兄弟姐妹们轮流来这里值守。这个月刚好是我。”楚真淡淡的笑道：“楚真大人，这位大人莫非是？”此刻，那些青龙宗的其他人也都是好奇的走了过来，用那充满敬畏，同样也有些胆怯的目光打量着楚风。这位便是我青龙宗叱咤风云的楚风，你们还发什么呆？还不快快施礼！楚真笑着说道：“我等拜见楚风大人，确定楚风身份。”青龙宗的众人齐刷刷的跪在地上，对楚风施以跪拜大礼。楚风的威名实在太盛，不仅是在青州，在整个九州大陆，整个东方海域都是威名赫赫。楚风这2个字早就成为了东方海域的神话，所以尽管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楚风，但却也是对楚风崇拜的很。楚风可以说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快起来！楚风手臂轻轻一摆，那些人便被搀扶而起。随后楚风袖子一挥，数颗五珠便纷纷落入那些人的手中。楚风大人，这是什么啊？竟然蕴含着如此浓郁的天地能量！这些人手捧五珠，顿时双眼发光。他们在青龙宗算是修为不错的，都是玄武境，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看到过不少修炼珍宝，但如手中这样的珠子，还是见所未见。这叫五珠，当作送你们的见面礼。楚风说道：“多谢楚风大人，多谢楚风大人。”听得此话，那些青龙宗之人更是再度施礼道谢，因为这五珠单用看的也知道价值不菲，而楚风居然送了他们每人100颗，这叫他们怎能不激动？当真是觉得只是靠这些五珠，他们就能发大财了。楚风弟弟，你可真是越来越豪气了呀！如此珍贵的东西就这么送人了？楚真在一旁说道，但这话语之中却散发着一些酸气，就仿佛在说：那么好的东西，给外人都给了那么多，怎么也要给我一点吧？楚真，你的礼物我可早就准备好了。楚风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取出，塞入了楚真手中。楚真接过乾坤袋，将其打开，顿时脸色大变，那个高兴啊，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这乾坤袋内单单是五珠，就有着几10万颗，而除了五珠之外，还有着其他的宝贝，都是他见所未见的。楚风师弟，你可真是越来越料得了啊！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居然随手就拿出来了，我们与你的差距可真是越来越大了。楚真小心翼翼地将乾坤袋收好，看向楚风，充满了敬佩。想当初，他与楚风同是青龙宗弟子，那个时候他还时常刁难楚风，看不起楚风，而时至今日，2人的实力差距当真已是天差的别。尽管过去了多年，但每当想起当年的所作所为，他都会感觉很是羞愧。自家兄弟可别寒战我。楚风淡淡一笑，随后问道：青龙宗现在情况如何？话说回来，青龙宗今日可是有大喜事发生啊？楚真高兴地说道。喜事？不知是何喜事？楚风问道。新任宗主继位，你猜新任宗主是谁？楚真说道。到底是谁？快说！楚风问道。哈哈，是你大哥楚孤羽。楚真说道。是我大哥。得知此事，楚风也是大喜。楚孤羽原本是青州凌云宗的弟子，后来因为种种变故，从而加入了青龙宗。而楚孤羽的天赋本就不错，再加上当初楚风也是给楚孤羽提供了不少资源，青龙宗因为楚风的原因，更是对楚家之人大力栽培，所以楚孤羽如今的修为，在九州大陆来说，应当已是不错。他能成为宗主，楚风倒也并不意外，只是他刚刚回来，竟然碰巧赶上了他大哥继位的日子，这也未免太幸运了一些。我要去为我大哥道贺。楚风说道。楚风弟弟，道贺可以，只是算一算时间，等我们到达青龙宗，怕是继位大典已经结束了，毕竟这已是午时啊。楚真看了看天空后，颇为遗憾地说道。那可未必。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抓住楚真，便拔空而起，向青龙宗的方向飞掠而去。此刻的青龙宗当真是热闹非凡，不仅青州境内的宗门前来拜访道贺，就连江氏皇朝的老祖以及万妖山的妖猴王也都纷纷前来祝贺。可以说，九州大陆的所有大人物今日都云集于青龙宗之内。眼下坐在宗主之位上的人，已经不再是前任宗主，更不是青龙道人，而是一个外形俊朗的男子。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的大哥楚孤羽。楚宗主，这是我虚空宗送您的贺礼，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此刻各个宗门都在上前送贺礼，而这种时候，不管是谁，只要送贺礼，青龙宗都会收下，不仅收下贺礼，还会以重礼回馈，而回馈的礼物往往比他们送来的还要贵重得多。毕竟在楚风的提供下，如今的青龙宗当真是财大气粗，是九州大陆当之无愧的霸主。而九州大陆昔日的霸主江氏皇朝与青龙宗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楚宗主，这是我的贺礼，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还望一定收下哟。此刻，一个面容甜美的女子大胆地走到了楚孤羽的身前，并且还送上了一个颇为丑陋的草帽。换做寻常人，胆敢这么做，定然会被当场拖下去，直接杀掉，因为这绝对是对新任宗主的亵渎。可是换做这位女子，不仅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反而纷纷大笑，因为这位女子乃是楚风的堂姐楚月。老大不晓得了，竟然还这么调皮。楚孤羽瞥了一眼楚月后，淡淡一笑，但还是接过了那个草帽。不仅接过了楚月送上的草帽，反而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孤羽大哥，我也有礼物，你可不要嫌弃啊。见状，越来越多的楚家姐妹跑上前去，将自己那不是很珍贵却代表心意的礼物送了过去。而此刻，楚孤羽反而笑得更为灿烂，比接受各个宗门礼物的时候还要开心得多。他非常清楚，他这个宗主之位是从何而来，那是因为他的弟弟楚风，所以他也更为清楚家人对他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他的心中，也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的这些家人重要。楚宗主，听闻您正筹划在青龙山上建造一座新的殿宇，
场地已经清理出来，只是没有满意的图纸，所以迟迟没有开工。为此，我特意请到了九州大陆最出名的几位工匠，联手设计了一份殿宇，今日作为贺礼，赠予楚宗主。一位老者将一份图纸送了过来，给我看看。楚孤宇接过图纸，便赶忙打开翻阅起来，因为他的确想在青龙宗建造一片宫殿群，那宫殿群是给他楚家之人建造的，所以他格外上心。这么久以来，请了许多工匠，设计了无数份图纸，但始终不满意。眼下竟然又有人送来图纸，他自然极为上心。而这打开一看，这才发现这份殿宇的设计图当真还是不错，虽然也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但却也算是能够接受的了。楚宗主怎么样？为了这份图纸，我可是将许多隐居的名工匠们都给请出来了，为了请他们，我可是费了不少力气啊。那位老者颇为得意地说道，且说话之间特意扫视了一眼身后的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几位老者皆是寻常百姓，根本没有修过武，换做其他寻常百姓进入这样的宗门，定会惊慌失措，很不自在。可是这几位老者却是一脸的从容淡定，那副模样俨然是见过大场面的，甚至在这么多修武者的面前也是有着傲性。而他们之所以胆敢如此，那也是因为他们有着真本事。虽说界灵师无所不能，可是建造宫殿这方面，他们却比界灵师还是行家。他们设计的宫殿图纸是界灵师所设计不出来的，一般般吧。若是我弟弟楚风在，绝对比这个好上几倍。楚月撇嘴说道，他倒不是看不起这些工匠，因为楚月不是那样的人，只是他很想念楚风，因为他知道如果楚风在，绝对不可能因为一份图纸而纠结这么久。恕我冒昧，楚风大人虽然厉害，可设计图纸的话，却未必能有这几位设计的好，毕竟他们倾其一生，在这方面上都是这方面的大家。那位送上图纸的老者说道。而这一刻，那几位工匠也是轻哼一声，就像是在说，就算楚风设计的图纸，也远不如他们一样大胆。而这一刻，妖猴王坐不住了，猛然一拍桌子，当场将那桌子拍成了粉碎，指着那个送上图纸的老头和几个工匠说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楚风兄弟不如你们对吗？不敢不敢，我们不敢。见妖猴王反怒，那位老者赶忙跪倒在地，可是那几位工匠却像是不怕死的主，居然没有跪在地上。其中一位更是艺高人胆大，说道，楚风小友的名声我也听说过，在修武界他的确是一代王者，界灵师中他也是一位大师，但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若论修武，若论结界之术，我们自然无法与楚风小友相比。但若说设计宫殿图纸，楚风小友还真就未必强过我们。你们这群臭不要脸的糟老头子，是给你脸了对不对？看我不撕了你们！妖猴王听到此话，勃然大怒，他是真的怒了，因为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说楚风坏话。妖猴王，来者是客，不得无礼，不要忘记今日是什么日子。然而就在妖猴王刚要出手之际，青龙道人忽然出手了，一道威压横扫下，直接将妖猴王的威压跟镇压了下去。妖猴王，不要忘记，今天可是你楚风兄弟的亲大哥继位的日子，不要破坏了好气氛。就是再怎么说也是一代妖王，怎么能对两个凡人出手？若是传出去，也是坏了你的名声啊。与此同时，坐在妖猴王身旁的姜氏老祖等人也是纷纷劝道，而此刻妖猴王则是冷哼一声，尽管他没有再度出手，但却也只是给楚孤羽面子而已。为何给楚孤羽面子？那也是看在楚风的面子上。可是说到底，妖猴王还是憋了一肚子的气，这么多的修武者在场，还有界灵师，居然被两个凡人鄙视了，他自然不爽。事实上，此刻不爽的人不在少数，就比如楚风的第一位师尊诸葛流云，好说歹说，他也是一位界灵师，准备打造楚家人居住的宫殿时，便是由他来设计图纸的。只是那毕竟是为楚家人打造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极高。当自己这关都过不了后，他也就放弃了。本来他一直觉得会请到比他厉害的界灵师来设计一份厉害的图纸，却想不到这最后竟是几个寻常百姓的工匠，这让他很是不服。不管那图纸如何，单单是对方的身份，他便不服。尤其是看到几个寻常人竟然还如此的狂傲自负，他就更是不爽了。然而就在这时，天际的远方忽然闪烁起耀眼的光芒，并且那光芒越来越近，宛如一轮明日降临，就快要刺得众人睁不开双眼。不好，快张开护宗大阵！这一刻，青龙道人等人顿时面容大变，单用看的，他们就已是知道那金色的光芒绝非凡物，怕是有大敌来袭，而那敌人绝对不可能是九州大陆的，搞不好会是东方海域的强者。而在青龙道人一声令下之后，青龙宗的护宗大阵也是随之张开，笼罩了这方天地。当那护宗大阵张开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那悬着的心都是落下了一半，因为青龙宗的护宗大阵可是由秋水伏烟、黄甫皓月他们等诸多高手联合布置的，所以这座护宗大阵的力量可比青龙道人他们还要厉害得多。